出月子中心那天，看到公公名下有2笔账单，我才发现公公打发我住廉价月子房，却在顶楼给别人包了豪华套房。账单里夹着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印着公公的大名，可母亲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看着这诡异的出生证明，我按下了通往顶楼的电梯。那天，护士在前台递给我一叠账单明细，李女士，您核对一下签字。我目光却在纸面上定住了，账单上有2个房间的费用，一个是我的普通间，住满30天3万块，另一个是顶楼的豪华套房。上面赫然写着42天80万，仍在住。2笔账单的付款人都是同一个名字，张国强，我公公。顶楼住的是谁？护士愣了一下，翻开记录本。听产妇说是个2胎，父母宝贝的不得了呢。我的视线落在复印件上，性别男，母亲吴丽丽，父亲张国强。我眯起眼睛，死死盯着吴丽丽3个字。张国强是我公公，可我婆婆根本不叫吴丽丽。我转身就往电梯走，电梯门开，我直奔顶楼。顶楼只有1间套房，房费最贵，服务最好。我的小祖宗啊，来，让爸爸抱。国强，你别老抱着，让他自己睡。我抱会儿怎么了？我老来得子，这是老天爷赏我的宝贝。爸爸，谁是你的宝贝啊？当然是你、弟弟，还有你们妈妈，都是我的宝贝。今天爸高兴，给你妈买了40万的金镯子。你不是想要那辆300万的定制赛车吗？爸给你买，谢谢爸。我站在门外，手指把那张出生证明的复印件捏得死紧。我生女儿那天，张国强听到是女孩，语气敷衍，丫头片子也行。然后转身就去忙公司的事了。婆婆一直说她忙，我也以为她是真忙。原来她是在顶楼忙着抱小儿子，她瞧不上我生的孙女，给我订30天3万的普通间，却给小三订42天80万的顶级套房。手机突然震动，是婆婆发来的微信：月月，我来接你回家，你去哪儿了？刚出月子别累着，想吃什么妈给你买。看着这条信息，再看着吴丽丽手中把玩的40万金镯子，我心中的怒火彻底压不住了。我一把推开了那扇虚掩的房门，房门撞开，里面的笑声戛然而止。我跨步走进去，爸，您不是在忙项目吗？怎么来这儿了？这位是我儿媳妇儿，这是我老朋友，刚生产，我顺路来看看。哦，这孩子和您长得真像，我还以为是我小叔子呢。你上来做什么？护士把这间房的账单算进咱们家了，我上来问问。不用你管，我会处理。我没再纠缠，转身往外走。没事儿，他跟苏慧敏一样，也是个蠢货，掀不起风浪。回到普通间，婆婆正在给我女儿换尿布。妈，咱家的钱谁管呀？你爸管呀，他每个月给我3000生活费，我买菜交水电，剩下的攒着。3000张氏建材的大老板1个月给妻子3000块，我喉咙发紧。攒了多少啊？不少呢。月月，宇航总出差，你生产他也不回来，妈替他道歉。这是我给你买的，妈没本事，就这点心意了。妈，你先带孩子回家，我有急事出去一趟。这个家欠他的，我要全部扒出来。咖啡厅里，朋友敲着笔记本，脸色越来越难看。月月，你这公公是个狠角色。张氏建材他持股60%，剩下的40%全给了吴丽丽。不仅如此，他另外开了几家小公司，收益全给了吴丽丽的大儿子。大儿子的 F4 赛车培训都砸进去1500万了。那刚出生的那个呢？上个月，他以吴丽丽的名义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收益记在小儿子名下。这小婴儿刚出生1个月，已经是身家100万了。房产更离谱，你们现在住的那套，他做了公证，死后全给吴丽丽。他还给吴丽丽买了3套独栋别墅。我脑子嗡嗡作响。婆婆辛苦30年，把张国强攻成大老板。她的亲生儿子张宇航30岁了，还在公司当个小销售，到处出差。而小三一家吸着张家的血，过着奢靡的生活。月子中心发信息说我落了身份证，我打车赶回去。刚进大厅，就看到张国强扶着吴丽丽在窗边晒太阳。大宝满月时差点被月嫂呛死，我担心二宝也……不怕，大不了再让苏慧敏去干几个月，给她5000月薪，你让她干什么都行。我死死定在原地。10几年前，张国强骗她说帮他找了个月嫂的工作，实际上是去伺候吴丽丽生大儿子。现在这个畜生竟然想故技重施，我必须冷静。我转身跑回家，我要去找张宇航。他要是知道他亲爹这么对他们母子，一定会跟我一起撕了这对狗男女。可是我错了。我一进门，刚好撞见本该在出差的张宇航，他正大拉拉的坐在餐桌前喝鸡汤，婆婆在一旁小心翼翼的帮他剔骨头。
看见我，婆婆笑得一脸慈祥。月月，你看，张宇航担心你，工作没忙完就回来看你了。你回来的正好，我发现你爸他在外面。林月，你别多管闲事。什么意思啊？我说，我爸和吴姨的事儿是我们张家的家事，你少掺和。我是我爸的儿子，我能不知道吗？我在外面玩的好好的，我爸一个电话让我飞回来管住你的嘴。你在外面玩，整个孕期都是妈在照顾我，他跟我说你在出差。你小声点。总之你全当不知道，别跟我妈说，免得她闹。张宇航，你明知道你爸出轨有私生子，却还替你爸瞒着，你对得起你妈吗？你懂什么？我爸大公司老板，压力多大？我妈除了洗衣服做饭还能帮什么？不还得靠吴姨陪着她？你就不怕那2个儿子跟你抢家产？吴姨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不图钱不图名分。她说了，张家的一切将来都归我，随便我玩。听懂了就老老实实给我生个儿子。丫头片子没用，要是有了儿子，我高兴了还能给你点零花钱。看着他那张自大又愚蠢的脸，所有的愤怒突然都变成了刺骨的冷静。好，我准备着。我走出房间，拨通了朋友的电话。2天后的满月宴，我要干一票大的。2天后，我给女儿补办满月宴，宴会场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还邀请了几十个亲戚和村里的长辈。张宇航无聊的玩手机，几次想走都被我按了回去。张国强推门进来了。苏慧敏呢？一个丫头片子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我妈带女儿去换尿布了，爸，您先坐。孩子在哪儿呢？快抱出来给我们看看啊！孩子太小怕吵，但我发朋友圈了，9宫格高清大片，大家自己看。胡闹！话音未落，周围亲戚的脸色全变了，齐刷刷的看向他。他不明所以，凑过去看旁边人的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我刚发的9宫格，文案写着：大家好，这是我公公张国强在外包养30年的小三吴丽丽和他生的2个私生子，下面全是在顶楼拍的高清无码照片。林月，你搞什么？这时大门推开，几名警察大步走进来，严肃环视。哪位是张国强？有人控告你重婚且恶意转移婚内财产，请跟我们回去调查。误会，我老婆一孕傻3年，脑子不好乱说的。我给你们开个包间，费用我出。别耽误我们工作。张国强，走一趟。我没有，我和妻子结婚30年，怎么可能抱小三？都是儿媳妇胡说八道。张宇航死命拉着我。你没抱小三？国强，你读夜校时每天跟你上下学的那个吴玲玲是怎么回事？你当大家都是瞎子吗？张国强彻底慌了。国强，有好多人闯进了咱家。等他看清屋里全都是张家的亲戚和警察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和张国强隔着人群对视了一眼，接着他的大儿子张子豪也冲了进来。爸，赛车协会把我除名了，他们说这是花钱买的假证，你快帮帮我，那辆300万的车还在协会，你让他们把车还给我啊！张国强的脸色已经黑到了极点，他用力甩开大儿子。爸，你说话呀！为了 F4比赛砸了1000多万了，不能前功尽弃啊！张子豪，你闭嘴！各位不好意思，我走错房间了，孩子爸爸在隔壁。吴丽丽满脸惨白的往外退，张子豪却一把甩开她，大喊出了一句让全场跌破眼镜的话：爸，要不你把赛车协会收购了吧？张国强彻底绝望地闭上了眼睛，随后他猛地睁开眼，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死死盯住了我。林月，是你把他们叫来的？当然，为了让你们一家4口相聚，我可是想尽了办法。我潜入了吴丽丽常住那栋别墅的业主群。就在满月宴开始前，我发了几张吴丽丽的背影照，配文只有一句：6号楼的业主是小三，刚出月子。群里的邻居瞬间炸了锅，纷纷跑去围观。我再把这里的定位发给吴丽丽，她慌不择路，只能跑来找她的靠山。就因为我没把你生的女儿当回事，你就要毁了我？错，是因为我妈辛劳半生，你却让她给你当保姆，甚至还想骗她去伺候你的小三儿。张家轮不到你们当家。当初要不是苏慧敏拿供我读书的事到处宣扬，我根本不会娶她。我和丽丽早在夜校就私定终身了，苏慧敏才是第三者。全场死寂，我冷冷地看向警察，这可是认罪的铁证。警察立刻押着张国强往外走，这时张宇航却急忙凑上前，信誓旦旦地向他爸保证了一件事，直接把自己变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你放心，我一定会管理好公司的，也会想办法救你出来。还不是因为你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公司有你无疑，你有什么资格去管理？
这番话像一记重锤，砸得张宇航目瞪口呆。张国强被带走了，张宇航呆滞地回过头，看向正准备溜走的吴丽丽。吴姨，我爸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不参与公司事务，以后张家都是我的吗？张宇航，你还没睡醒吗？你这个刚出生42天的弟弟，名下都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你自己说说，30岁的你有什么？我有钱。你有钱？听到这3个字，我嘴角的嘲讽再也压不住了。我决定亲手撕碎他做了30年的富二代美梦，让他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可悲。你除了你爸每个月施舍给你的30万零花钱，你还有什么资产？你那个赛车手弟弟，一辆车300万，培训砸了1000多万，手里捏着4家盈利公司，月入500万起步。你这刚出生的弟弟，公司直接和张氏建材捆绑，背靠大树，马上也是月入100万。你呢？那都是小公司，整个张氏集团可都是我的。张氏60%的股份归你爸，剩下40%全在吴丽丽名下，你占多少？吴姨，你有那么多股份，你不是说你不图钱不图名分吗？不图钱难道慈善吗？咱家现在住的房子做了公证，以后也是吴丽丽的。他扑过去抓住吴丽丽的袖子，卑微地祈求她否认这一切。然而他一直敬爱的吴姨却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吐出了一句让他肝胆俱裂的话：别碰我！吴丽丽嫌恶的一把甩开张宇航，破口大骂：让你随便玩，你就真的去玩，活该！张宇航被推得一个踉跄，满眼茫然。以前我只有1个儿子跟你抢，现在我有2个，凭什么把家产给你？吴丽丽面目狰狞，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婉。看了你这个废物20多年，我真是受够了，滚远点！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拖着2个儿子夺门而出。啊！张宇航一声惨叫，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嘴里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彻底崩溃了。亲戚们早已走光，大厅里一片狼藉。我没有再多看那个废物一眼，径直走向前台，结清了全款，并吩咐保安把张宇航像扔垃圾一样扔出酒店。处理完这一切，我独自乘坐电梯来到了顶楼的豪华套房。推开门，房间里静悄悄的，电视屏幕上还在无声地播放着1楼宴会厅的监控画面。张宇航正被几个服务员强行往外拖。我关掉电视，转头看向落地窗边，婆婆静静地坐在婴儿车旁，背影佝偻而单薄。我走过去，轻声问了一句：妈，您还好吗？下一秒，这个沉默了30年的女人终于抬起了头。婆婆抬起头，眼泪汹涌而出。我还好，可又不怎么好。我供她读夜校，是因为我觉得她有股冲劲，只要给她机会，她一定能成功。我们村里她是读得最好的，所以我拼命干活，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供她读书。我没想，因为这个恩情逼着她娶我。是她从城里学成回来，向我求婚，说要一辈子对我好，我才答应了。婆婆一直在哭。昨天我准备好一切，把张国强转移财产，给小三买房开公司的证据一样样摆给她看的时候，她都没有掉眼泪。昨天他看完那些刺目的数字，只沉默地回屋，拿出一个记着老街坊电话的旧本子交给我。他那么冷静，我以为他接受了，但30年的真心错付，谁能真的无动于衷？哭累了，他靠在床头睡着了。再醒来时，他洗了把脸，眼神变得异常坚定。月月，你打算最后怎么做？我看着他，离婚，你和他离，我和张宇航离。他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随后重重地点头，好，那就离婚。那一刻，我终于在这个操劳了30年的女人眼中看到了一丝破茧成蝶的锋芒，一场彻底的清算即将拉开帷幕。我雷厉风行地请了最顶尖的离婚律师，全权办理离婚事宜。出院那天，我带着婆婆和女儿干脆利落地搬离了张家，直接住进了我婚前全款买的房子里。我一口气请了2个金牌月嫂，把家务全包了，强制婆婆每天尽可能的休息，离开那个泥潭，我们连呼吸都觉得畅快。法网恢恢，张国强的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没过多久，判决书就下来了，重婚罪成立，有期徒刑2年。曾经呼风唤雨的建材大老板，转眼成了戴着手铐的阶下囚。而他苦心经营的张氏集团以及那些恶意转移走的资产，全都被法院依法查封清算。阳光照进宽敞的客厅，婆婆正哼着摇篮曲哄女儿睡觉。没了渣男和干不完的家务，她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了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就在这平静祥和的午后，门口的可视对讲机突然发疯般的响了起来，屏幕里出现了一张胡子拉碴、满脸通红的脸。一个被我扫地出门的巨婴丈夫张宇航，竟然像个乞丐一样找上门来了。透过可视对讲屏幕，张宇航像个疯子一样拍打着摄像头，隔着门板都能听见他癫狂的笑声。月月开门啊，月月，是你做的对不对？我冷眼看着屏幕，没搭理他，他却越喊越兴奋。我爸名下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吴丽丽直接被赶出别墅，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昨天他居然跑来求我，想跟我借200块钱买奶粉，哈哈哈，200块！张宇航笑得五官扭曲，激动的手舞足蹈。我就知道你最聪明了。你搞出这么大动静，肯定能帮我把财产要回来，对不对？我听得直反胃，隔着门冷吃帮你，我都已经起诉离婚了，怎么可能帮你？你傻啊！张宇航急得直跺脚，咱们离什么婚？离婚了还怎么花我们张家的钱？咱们快点生个儿子才对，张氏建材这么大的公司，不能只有咱们2人花啊！我看了眼时间，女儿快醒了，婆婆去老年活动中心，夏琪也快回来了。
为了不让这个人渣恶心到婆婆，我猛地拉开了大门，决定亲手掐死她最后的美梦。大门敞开，张宇航想往里挤，被我一把推开。张宇航，你还不明白吗？你爸账户冻结是因为恶意转移婚内财产。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妈的离婚官司赢了，最多等7天，所有的钱都归他，他的财产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张宇航愣了1秒，眼珠子飞转，怎么没关系？我是他亲生儿子，独生子，他老了还不是要靠我养老？省省吧。我冷笑，你妈已经给你发了断绝关系告知函，你连你爸出轨养私生子都帮着瞒，他怎么可能还要你这个儿子？不可能。张宇航急红了眼，指着我破口大骂，肯定是你这个外人看中了我妈的财产，你当初嫁给我不就是因为我有钱吗？我抱起双臂，毫不留情地嘲笑他，我又不是没钱，我婚前全款买的房，我嫁给你仅仅是因为你妈妈对我好，要不是你有这么好的妈妈，我连看你一眼都觉得晦气。我指着他的鼻子，一个男人被爸爸的小三养废了，都不知道30岁还什么都不懂，乐呵呵叫人家无疑。被彻底戳穿虚伪外壳的张宇航破防了，他双眼猩红的想要冲上来打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叮的一声，旁边的电梯门突然打开了，几个眼疾手快的保安冲出电梯，一把将发狂的张宇航死死按在地上。与此同时，另一部电梯门缓缓打开，婆婆提着帆布包走了出来。她今天打扮得很精神，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满身油烟味的家庭主妇了。怎么在门口，婆婆看都没看地上的张宇航一眼，径直走向我。等你回家，妈，下棋赢了吗？我笑着接过她的包，赢了不少呢。婆婆笑得眉眼弯弯，语气轻松，月月，明天我们几个老姐妹约了去做美容，你一起去吧。好啊，我痛快地答应，随后冲保安使了个眼色。保安像拖死狗一样把张宇航强行赶了出去，关上门，把所有的烂人烂事彻底隔绝在外。手机震动，律师发来消息，我和张宇航的离婚案下周开庭，毫无悬念，我可以不出席。我回了个谢谢，看着坐在沙发上逗弄孙女的婆婆，嘴角忍不住上扬。张国强名下的张氏建材和其他公司即将全部划入婆婆的账户。婆婆操劳半生，根本不擅长管理公司，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庞大商业帝国，她将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惊人决定。晚餐后，我给婆婆倒了杯温牛奶。妈，张氏建材集团下周就要完成过户了，这么大个盘子，你想好怎么打理了吗？我试探着问。那些股份加上高端教辅研发中心的资产，绝对是天文数字。她接过牛奶抿了一口，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平静。月月，妈老了也干不动那些。我对集团的运营一窍不通，守着这么个金疙瘩只会招来祸患。我点点头，十分赞同，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自己的工作都忙不过来。那您的意思是？婆婆语气坚决，卖了吧，前2天你不是说有几家大公司想收购吗？全卖掉，变现以后这笔钱分成2份，一份存进信托基金，给咱们乖孙女做未来的教育和生活保障，另一份我想回老家给家乡盖几所希望小学，再成立个乡村教育基金。原来他一直没忘当初供张国强读书的初心，让村里的孩子们都能接受教育，委屈和背叛没有磨灭他骨子里的善良与大格局。妈，我100%支持您。我紧紧握住她温热的手，我们正满怀期待地规划着美好的未来。茶几上的手机突然突兀地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着一个陌生号码，但归属地清晰地显示着本地第3监狱。我和婆婆对视一眼，缓缓按下了免提键。电话接通，里面传一个沙哑、颓废，甚至透着讨好的男声：“慧敏啊，是我，国强。”听到这个声音，婆婆的手猛地一颤，杯子里的牛奶差点洒出来。我眼神一冷，一把夺过手机，冷声打断：“张国强，你还有脸打电话过来？林月，你算什么东西？把电话给慧敏。”她突然激动起来，隔着高墙都能听出她的气急败坏。苏慧敏，你真要把事做绝吗？你把张氏建材集团卖了，张家就彻底断后了。我出狱以后靠什么活？宇航靠什么活？原来他在里面也听说了集团被卖的消息，急得跳脚了。我冷笑出声，嘲讽张家断不断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至于出狱以后怎么活，你可以去找你的宝贝小三和私生子啊，看他们还认不认你这个兜里没子的穷光蛋。林月，你这个毒妇！嘟嘟嘟！没等他骂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顺手将号码拉黑，动作一气呵成。婆婆深吸了一口气，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干得好，以后这个人的电话都不用接了。1周后是我和张宇航离婚案开庭的日子，律师说胜券在握，我可以不去，但我还是去了。我就想亲眼看看这个被我扫地出门的巨婴现在的惨状。然而刚到法院门口，我就免费欣赏了一场极度舒适的狗咬狗闹剧。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张宇航正和一个女人激烈的撕扯扭打着。你把钱给我，那是我的钱。张宇航头发如鸡窝，衣服皱巴巴的，像个失去理智的疯子，拼命抢夺着对方手里一个磨损的旧包。我定睛一看，那个狼狈不堪的女人竟然是吴丽丽。吴丽丽现在比张宇航还要惨，头发枯黄打结，原本靠重金保养的脸布满沧桑，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滚开！这是我借来给子豪还债治伤的救命钱，你去找你那个有钱的妈要去啊！原来张宇航被赶出去后身无分文，居然厚颜无耻地跑去吴丽丽租的地下室索要零花钱。这挥金如土的寄生虫，现在为了区几百块钱，在法院门口大打出手，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指点。我冷漠地绕过他们，踩着高跟鞋，径直走进法庭。庭审异常顺利，张宇航根本没钱请律师，也没有任何脸面争夺财产。法官当庭宣判离婚，女儿的抚养权归我。张宇航作为重大过错方，毫无悬念地净身出户。拿着绿色离婚证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初秋的新鲜空气，终于彻底自由了。
刚走下法院的台阶，一道黑影突然从旁边的绿化带里窜了出来，扑通一声重重跪在我面前，死死抱住了我的腿。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臭味瞬间扑面而来。月月，你行行好！我皱眉低头一看，是吴丽丽。她满脸眼泪鼻涕，浑身脏污不堪，哪还有半点当初在顶楼豪华套房里慢条斯理喝燕窝时的嚣张气焰？现在的她活像个过街老鼠。林月，我求求你，你帮我跟慧敏姐求求情吧。她哀嚎着，子豪的伤再不治就废了，二宝还那么小，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们已经拿回了所有的钱，求你们救救我们孤儿寡母吧！我嫌恶地抽出自己的腿，迅速后退了2步，生怕沾染上她的晦气。吴丽丽，那些钱从来都不是你的，那是你偷来的，现在只是让你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你委屈什么？可孩子是无辜的。她还在不死心的狡辩。是啊，孩子是无辜的，但谁让他们倒霉，摊上你这么个妈呢？我声音如冰，以前你知3当3，贪图享乐，现在这样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有手有脚，就算去洗盘子扫大街也饿不死你的孩子，少在这里道德绑架。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向停车场，将他的哭喊声彻底抛在脑后。我以为这场恶心的闹剧到此就彻底画上句号了。可是等我开车回到家，推开门，却发现宽敞的客厅里堆满了旧纸箱子。婆婆正站在一堆旧物中间，手里死死捏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肩膀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着。我心头一紧，赶紧扔下包，快步走过去。妈，您怎么了？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婆婆轻轻擦了擦眼角，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递给我。那是还未被婚姻搓磨时的苏慧敏，扎着麻花辫，笑容纯粹灿烂。这是我刚进城打工时候拍的。婆婆的声音有些沙哑。月月，集团的事情终于处理完了，我和老家的老校长也联系好了，资助希望小学和成立教育基金的资金，下周就能全部到位。他环顾着这个宽敞明亮的客厅，指着地上的几个大纸箱，这些都是张国强以前留在这个家的零碎东西，我今天全收拾出来了，明天一早就让人当废品收走。我看着婆婆，她眼角的皱纹依然深刻，但眼神却前所未有的明亮。妈，都过去了，以后咱们只过属于自己的好日子。婆婆笑着点头，弯腰伸手抱起地上的孙女，在软糯的小脸蛋上轻轻亲了一口。对，都过去了。奶奶以后只守着咱们家的小宝贝，看着她平平安安长大，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张国强和吴丽丽这2个毒瘤彻底成了过去式。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公司开跨部门会议，突然接到了老家老校长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老校长的声音透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与颤抖。月月啊，你快带你妈回来看看吧，村里出大事了。我走到走廊接起电话，老校长出什么大喜事了？老校长的声音激动的直打颤。月月啊，你婆婆资助的钱把村里的新教学楼盖起来了。市里听说了她的事迹，要把咱们这儿打造成乡村教育模范基地，市台记者都来了，点名要采访慧敏呢。挂断电话，我立刻回家把消息告诉了婆婆，她正戴着老花镜给孙女整理秋天的衣物。听到这话，手里的衣服都掉在了沙发上。这怎么好意思，我就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不得这么大阵仗。她红着脸连连摆手，我揽住她的肩，妈，这是您应得的荣誉，您前半辈子都用来照亮那个人渣，现在该让大家看看您自己发光的样子了。周末一早，我给婆婆换上一套崭新的暗紫色唐装，驱车带她回老家。车刚驶到村口，我就踩了一脚急刹车。原本破旧的村办学校变成了宽阔明亮的现代化校园，校门口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我摇下车窗，定睛看清了那道红色长横幅上的金字，瞬间湿了眼眶。横幅上写着感谢苏慧敏女士为家乡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车子刚停稳，乡亲们就涌了上来。老校长握住婆婆的手，老泪纵横。慧敏，全村的孩子都感谢你这菩萨心肠啊！婆婆眼圈通红的搀扶住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该做的。闪光灯咔嚓作响，面对镜头，婆婆身板挺得笔直，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唯唯诺诺的保姆主妇了。人群中，我听到几个大妈在窃窃私语，听说了没？张国强在里面天天接受劳动改造，还总挨批评，活该。还有他那个儿子张宇航到处躲债，不知道流浪到哪儿去了。听着这些，我没有半点同情。婆婆也听见了，她的目光只在听到张宇航时，停顿了1秒，便平静地移开了。中午的庆功宴热热闹闹。宴席办到一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突然停在院门口，车门拉开，一个落魄的乞丐跌跌撞撞滚了下来。看清他的脸，我夹菜的手猛地僵住了。那是张宇航，如果不是那件破烂的旧西装，我几乎认不出这个乞丐曾是我那个体面的丈夫。他浑身散发着恶臭，满脸都是淤青污垢。原本热闹的宴席瞬间安静，乡亲们像躲瘟神一样避让。张宇航扑通跪在满地的鞭炮纸屑里，死死盯着主桌上的婆婆，哭得撕心裂肺。妈，我错了，您救救我，我快饿死了。婆婆放下筷子，笑容一点点消失，她静静看着地上的张宇航，目光平静的像在看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你来干什么？她声音不大，却透着彻骨的冷漠。张宇航像狗一样往婆婆脚边爬。妈，吴丽丽不管我了，她还抢我的钱。我在外面躲债，走投无路了。妈，我是您亲儿子啊！几个年轻村民立刻上前，像拎小鸡一样将她架了起来。张宇航拼命挣扎，哭喊声响彻院子。婆婆缓缓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我紧张地捏紧拳头，生怕婆婆一时心软再次被缠上。可婆婆接下来的话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婆婆居高临下地看着张宇航，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张宇航，从你眼睁睁看着我被他们骗被算计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不是我儿子了。婆婆极其冷静，你30岁有手有脚，落到今天这地步，全是你贪图享乐造成的。妈，我身上流着您的血啊！张宇航绝望大喊。
律师函上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早断了关系，我的钱可以盖学校、建基金，甚至喂流浪狗，绝不会给你一分一毫。全场鸦雀无声。我看着婆婆挺拔的背影，心里暗暗叫好。她终于拔出了心里那根刺。婆婆转头看向校长，老校长叫人把她送走吧，别坏了大家吃饭的兴致。几个村民应声，直接将张宇航塞进车里，扔出了村外。哀嚎声渐渐远去，直至彻底听不见。那天婆婆破例喝了2杯酒，笑得很舒展。转眼3年过去，张国强马上就要刑满释放。出狱前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亲笔信。看清信的内容后，我忍不住在阳台上冷笑出声。信是张国强写的，他在信里用卑微的忏悔，说在里面受尽折磨，终于明白谁才是对他好的人。他甚至还幻想着出狱后能和婆婆复婚，一家人重新开始。我冷笑着把信撕得粉碎，扔进垃圾桶。第2天，张国强出狱，下着大雨，没一个人去接他。吴丽丽因为诈骗进去了，大儿子负债累累。至于张宇航，依然在各个城市的桥洞下流浪。周末午后，微风拂过阳台，婆婆坐在藤椅上，耐心地教我4岁的女儿认画册。奶奶，这个念什么呀？女儿奶声奶气的指着一朵向日葵。婆婆摸摸她的小脑袋，笑得慈祥。这叫向日葵，永远朝着有太阳的地方开花。我端着水果走过去，听着祖孙俩的笑声，只觉岁月静好。没有了渣男和吸血鬼的羁绊，婆婆的人生终于在60岁这年迎来了真正的绽放。就在我以为张国强这个名字将永远烂在下水道里时，小区的物业管家突然打来电话，语气十分焦急：林女士，小区门口有个叫张国强的男人死活要闯进去，他还带了几个拿着摄像机的记者，说要控诉你们虐待老人。我挂断电话，安抚好正在陪女儿画画的婆婆，独自一人走向了小区大门。隔着精雕的铁艺大门，我一眼就看到了张国强。短短3年，他老得不成样子，被佝偻着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极不合身的旧夹克。他身边站着一个举着手机正在直播的短发女记者，正慷慨激昂地对着镜头带节奏。各位老铁，这就是那个狠心将出狱老父亲扫地出门的儿媳。父所在的高档小区看到我出来，张国强立刻换上了一副老泪纵横的嘴脸，扑到铁门上大喊：月月啊，爸知道错了，你让慧敏出来见见我吧，我没地方住，连饭都吃不上了啊！你们住着豪宅，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饿死街头吧？女记者立刻将镜头对向我，这位女士，不管老人以前做过什么，他毕竟是你公公，你们霸占了他的财产，将他抛弃，良心过得去吗？我看着这滑稽的一幕，冷笑出声。张国强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进去了3年，不仅没学会做人，反而学会了利用网络舆论来道德绑架了。可惜他找错人了，我没有躲避镜头，反而从包里拿出了一份盖着公章的文件，直接举到了摄像机前。看清文件上的字后，那个还在滔滔不绝的女记者声音戛然而止，脸色瞬间变了。既然你要直播，那就让广大网友看得清楚。我指着文件上的大字，声音掷地有声，这是一份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这位正在卖惨的老人，3年前因为重婚罪和恶意转移婚内财产被判入狱。他出轨30年，给小三买别墅，却让我婆婆当了30年免费保姆。直播间里的弹幕原本都在骂我不孝，听到这话瞬间停滞了1秒，随后立刻如雪花般沸腾起来，画风全变了。我靠，绝世老渣男啊！重婚罪，活该老无所依。我冷冷地看着脸色惨白的张国强，张国强，你净身出户是法律的判决，你早就跟我婆婆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今天要是再敢在这里寻衅滋事，我就立刻报警，让你再进去蹲几天。女记者见势不妙，生怕惹火烧身，赶紧关了直播，连句招呼都没打，落荒而逃。失去镜头的张国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地上。他抬头看着气派的小区大门，眼中满是绝望。就在这时，大门外的广场大屏幕上突然开始播放本市的年度慈善人物表彰。屏幕里，我婆婆苏慧敏穿着端庄的定制套装，正微笑着接受市长的颁奖。张国强死死盯着屏幕，喉咙里发出了诡异的咯咯声。那是我老婆，那是我老婆啊！张国强颤抖着手指向屏幕，浑浊的眼里满是不甘和极度的悔恨。他终于意识到，那个被他踩在脚下30年的女人，如今已经站在了他永远都高攀不起的云端。我冷漠地看着他，现在他只属于他自己。我转身走进小区，把张国强永远地关在了铁门之外。回去的路上，我接到老校长的电话。婆婆设立的慧敏教育基金不仅在老家盖了学校，现在还打算在城里成立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女童和单亲妈妈的公益机构。婆婆虽然出了钱，但精力有限，老校长希望我能出任机构的负责人。月月，你年轻有冲劲，又经历过那些事，你最能懂那些女人的苦。老校长语重心长，我握紧了手机，看着不远处草坪上正在和女儿追逐嬉闹的婆婆，阳光洒在她们身上，镀着一层金色的光晕。那一刻，我心底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老校长，我愿意，我会把这个机构办好。几个月后，惠民女性帮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成立仪式那天，商界和媒体来了不少人，非常热闹。然而，在剪彩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人群外围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刺耳的谩骂和摔砸声。我眉头一皱，立刻吩咐安保人员过去查看。不一会儿，安保拖着一个浑身脏兮兮、瘦骨嶙峋的男人走了过来。那男人手里还死死抓着从宴会桌上偷来的几个糕点，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含糊不清地骂着：“放开我，我是你们负责人的前妻。这都是我家的钱，我吃点东西怎么了？”是张宇航，这3年流浪街头的生活已经彻底磨灭了他身上仅存的人样。他看起来像个50多岁的老头，佝偻着背，眼神闪躲又贪婪。我走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张宇航看到是我，先是瑟缩了一下，随后不知从哪来的底气，梗着脖子喊：林月，你现在风光了，可这都是用的我们张家的钱。你给我10万不，1万给我1万我就走。看着这个曾经大言不惭要生儿子分家产的巨婴，我心中甚至连愤怒都没有了，只觉得无比可悲。张宇航张家早就亡了，我平静地看着他，我正准备让保安把他送去救助站，一辆收破烂的3轮车刚好停在了街角。骑车的老头转过头，正巧和张宇航四目相对，看清彼此的那一刻，这对曾经联手算计婆婆的父子俩同时僵在了原地。骑3轮车的人正是张国强，出狱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加上重病缠身，他只能靠捡破烂勉强度日。张宇航看清是张国强后，不仅没有父子相见的喜悦，反而像看到了仇人一样，猛地挣脱保安扑了上去。都是你这个老畜生，包小三害得我一无所有。张宇航一拳砸在张国强脸上，抢夺他车里的废纸皮，把钱给我，我要吃饭。张国强被推倒在地，也红了眼，抓起一根木棍就往儿子身上抽。你个白眼狼，小畜生，老子当年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2个昔日里高高在上的张家父子，此刻就在大街上为了几张废纸皮，像野狗一样互相撕咬打滚，引得路人纷纷围观嘲笑。我冷眼看着这一幕，没有丝毫同情。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转身对保安说：报警吧，别糟了我们中心的地盘。随着警车的鸣笛声远去，属于张家的最后一场闹剧彻底画上了句号。帮扶中心的工作走上正轨后，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女人来求助。这天傍晚快下班时，前台接待了一个戴着墨镜和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当她在办公室里摘下口罩时，我震惊的猛然站了起来。来人竟然是吴丽丽，她脸上布满了可怕的淤青，眼角还在渗血。曾经那个高高在上把玩着40万金镯子的小三，此刻却像一只惊弓之鸟，颤抖着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林月，你帮帮我，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她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原来他当年因为诈骗进去蹲了2年，出来后不仅背了巨额债务，他那个赛车手大儿子张子豪更是染上了恶习，不仅败光了所有钱，还经常对他拳打脚踢，逼他去借钱。那个备受宠爱的二儿子也因为营养不良和缺乏照顾，早早送了人。子豪，他疯了，他昨天拿刀逼我要钱，我差点就被他打死了。吴丽丽捂着脸痛哭流涕，我听说你们这里提供庇护和法律援助，求你发发慈悲，救救我吧！看着眼前这个毁了我婆婆前半生的女人，我内心毫无波澜，只觉得极其讽刺。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端起桌上的咖啡抿了一口，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她。吴丽丽以为我答应了，激动得连连道谢。然而当她看清表格上的字时，脸色瞬间变得灰败无比。吴女士，你看清楚了，这是公安机关报警回执登记表的模板，不是庇护申请表。我冷冷地看着她，我们中心只在帮助那些被压迫、被欺凌的无辜女性，而不是为作恶多端的人提供避风港。吴丽丽的手剧烈地颤抖着，可我现在也是家暴的受害者啊！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你是受害者，但你更是始作俑者。我毫不留情地戳破他，你儿子今天这副德行，不全是你和你那个姘头张国强溺爱出来的吗？种下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法律可以制裁你儿子的家暴，但我们中心没有义务用我婆婆捐出来的钱去替你这30年的罪孽买单。我站起身，打开了办公室的门，门在那边出去，左转500米就是派出所，慢走不送。吴丽丽绝望地跌坐在地，最终还是灰溜溜地爬起来，掩面逃离了中心。看着她仓皇的背影，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过去那些腐臭的人和事，终于被彻底清理干净了。傍晚回到家，一推开门，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婆婆正端着一盘糖醋排骨从厨房出来，女儿迈着小短腿跑过来抱住我的腿。我正准备换鞋，婆婆突然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递给我一张做工精美的红色请柬。这是什么？我好奇地接过请柬，翻开一看，上面印着本市年度杰出女性公益人物的颁奖晚宴邀请函。婆婆笑着擦了擦手，今天下午是妇联的人送来的，他们说咱们的帮扶中心这半年做得很出色，救助了上百个家庭，特意邀请咱们作为代表去参会发言。我看着婆婆眼里闪烁的光芒，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那个曾经只会在灶台前打转，连买菜都要精打细算的女人，如今已经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被社会认可的公益人物。妈，这是您的荣誉，到时候您得上台去发言。我挽着她的胳膊，婆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上台却连话都说不利索。这半年中心都是你在跑前跑后，这发言必须你去。我们互相推脱着，女儿在旁边拍着小手，奶声奶气地喊着奶奶去，妈妈也去，妈妈一起去。我和婆婆对视一眼，都忍不住笑出了声。颁奖晚宴定在周末的市中心大酒店举行。为了这次晚宴，我特意给婆婆定制了一套优雅的旗袍。然而就在我们满怀期待的步入晚宴会场时，一个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男人主动迎了上来，对着婆婆深深鞠了一躬。我愣了一下，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他看起来40出头，戴着金丝眼镜，温文尔雅。苏阿姨您好，您还记得我吗？男人的声音里透着难掩的激动。我是李明远啊，30多年前李家村那个交不起学费差点退学的李明远。婆婆仔细端详着他的脸，突然惊呼出声，哎呀，你是老李家的大儿子，当年我还借给过你50块钱交学费呢，你现在长这么大了。李明远红着眼眶握住婆婆的手，苏阿姨，当年要不是您那50块钱，我根本读不完书，更别提考上大学了。我现在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前段时间在新闻上看到您的报道，一直想去拜访您。他转头看向我，递上一张名片，林女士您好，我听说您的帮扶中心经常需要法律援助。
如果您不嫌弃，我的律所愿意为中心提供终身免费的法务支持。我惊喜接过名片，30年前婆婆种下的善因，如今终于结出了最美好的善果。晚宴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进行。当主持人宣布年度杰出人物上台领奖时，聚光灯打在了我和婆婆所在的这一桌。婆婆深吸了一口气，牵着我的手，一步步稳稳地走向那个属于她的荣耀时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婆婆接过了那座沉甸甸的奖杯。她站在麦克风前，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没有我预想中的怯场，她的眼神无比坚定而温柔。其实我没什么大本事，我前半生一直在为了别人活，受过骗，吃过苦。那时候我觉得女人的命就是这样，熬着熬着就进棺材了。婆婆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整个大厅，台下鸦雀无声。但是后来我儿媳妇拉了我一把，她告诉我，女人不该只围着灶台转，我们也能做很多事。这座奖杯不仅仅属于我，更属于千千万万个在绝境中努力站起来的女人。我想告诉大家，无论什么时候醒悟都不晚，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没有人能真正打倒你。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我坐在第一排，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这是我听过最朴实也最震撼人心的演讲。我的婆婆终于彻底完成了她的涅槃。2年后，帮扶中心的规模扩大了1倍，女儿也顺利升入了小学。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我正在院子里陪女儿种花，门铃响了，快递员递给我一封从千里之外寄来的特殊信件。信封上没有署名，邮戳显示是偏远的西南山区。我拆开信封，里面滑落出几张色彩鲜艳的蜡笔画和一封字迹稚嫩的信。信上写着：苏奶奶、林阿姨，你们好，我是大山里的小云，今年因为有你们的基金会帮忙，我终于背上书包去上学了。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们一样，当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画上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站在阳光下的向日葵花海里，笑得很甜。婆婆戴着老花镜，一遍遍摩挲着那封信，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真好啊，又有一个小丫头能念书了。婆婆轻声感慨。是啊，妈，咱们播下的种子都在一点点发芽呢。我把画挂在了客厅最显眼的墙上。这2年，我们不仅帮助了深陷婚姻泥沼的女性，还资助了上千名偏远山区的女童。看着墙上的画，我突然生出了一个念头。我转头看向婆婆，兴奋地提议：妈，小云他们那里的新校舍正好这周落成，咱们带上月月一起去大山里看看孩子们吧。婆婆立刻满口答应。3天后，我们一家3口踏上了前往西南山区的旅途。经过几个小时的飞机和颠簸的大巴，我们终于抵达了那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虽然地处偏远，但村口却矗立着一栋崭新明亮的3层教学楼，外墙上刷着温暖的米黄色。宽阔的操场上，孩子们正在迎着阳光奔跑。车刚停稳，一群穿着整齐校服的孩子就叽叽喳喳地围了上来。老校长激动地拉着婆婆的手：苏大姐，可算把你们盼来了。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走上前，将一束刚采的野花递到婆婆手里，奶声奶气地说：谢谢苏奶奶。婆婆蹲下身，将小女孩紧紧抱在怀里，红着眼眶连连应答：好孩子，好孩子。我拉着女儿的手跟在婆婆身后，参观崭新的校舍。明亮的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那声音清脆悦耳，仿佛能穿透这绵延的大山，直达云霄。这一切都比任何金钱和名利来得更让人心潮澎湃。我们在村里住了一晚，第2天清晨，我和婆婆坐在操场边的石阶上看着日出。婆婆突然从怀里摸出那个30多年前的老旧记事本，当着我的面一页一页地撕碎了。晨风将碎纸片卷起，像是一群终于得到解脱的白蝴蝶，飞向了远方的大山。那个本子上曾经密密麻麻地记着张国强所有的喜好，记着张家所有的琐事人情，那是婆婆卑微隐忍的前半生，都撕了，以后再也不需要记那些烂账了。婆婆拍了拍手上的纸屑，语气无比轻松：妈，您这是彻底跟过去告别了。我笑着靠在她的肩膀上，婆婆转过头，深深地看着我：月月，其实妈最该感谢的人是你。如果不是你当初勇敢地撕破那层遮羞布，妈现在还在那个火坑里受熬煎。是你让我知道，原来女人这辈子还能有另一种活法。我握紧婆婆长满老茧却依然温暖的手，妈，我们是互相救赎，以后我们只往前看，走大路。阳光彻底跃出山头，金色的光芒洒满了整个操场。新的一天开始了，属于我们的新生活也正以不可阻挡的姿态灿烂地盛放着。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一个3年，女儿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小学霸了。这天我正在公司查看报表，助理突然兴奋地敲门进来，递给我一份本市最新的财经早报。林总，您快看头条。我接过报纸，头条赫然印着几个加粗的大字：从全职太太到百家公益企业家，林月的蜕变之路。这3年里，我不仅把帮扶中心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成立了一家专门为单亲妈妈提供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的企业。因为成绩卓著，市里特意将我们评为了年度优秀社会企业。助理激动地说：林总，这篇报道一出，咱们公司的合作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我笑着合上报纸，按部就班的处理就好，不忘初心，咱们只赚良心钱。下班后，我驱车回家，路过市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时，正是红灯。我随意地往车窗外瞥了一眼，却看到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路边昏暗的角落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正和一个瘸腿的年轻乞丐抢夺着地上的半个发霉的面包。仔细一看，正是刑满释放后再次流浪的张国强以及彻底残废的张宇航。这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父子，如今已经完全被这座城市遗弃。绿灯亮起，我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将他们彻底甩在身后，再也没有回头。车厢里放着舒缓的音乐，副驾驶上放着我刚买的向日葵。我迫不及待地想推开家门，去拥抱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推开家门，熟悉的饭菜香扑鼻而来。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女儿正趴在茶几上写作业，婆婆戴着老花镜，正坐在沙发上织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听到动静，女儿像只小蝴蝶一样飞奔过来，扑进我怀里，妈妈回来啦。婆婆放下手里的毛线，笑眯眯地站起身，快去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清蒸鲈鱼。我将买来的向日葵插进花瓶里，金黄色的花瓣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吃饭时，电视里正播放着晚间新闻。新闻里播报着我们基金会又成功帮扶了多少女性和儿童。婆婆看着电视，夹了一块鱼肉放在我碗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安宁与满足。我端起水杯，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内心被巨大的幸福感填满。那段寒冬般刺骨的30年岁月，已经被我们彻底辞别。张国强、吴丽丽、张宇航，那些曾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伤痕的名字，早已化作了尘埃，随风飘散。干杯！女儿举起果汁，干杯！我和婆婆笑着碰杯。辞却陈年30冬，我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永远明媚的春天。